大家好，我是 Erin。现在我们的气温渐渐的回温了，也该是我们开始种植季节花的时候。一些玫瑰有的开始长叶子了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一次我购买了什么样的季节花，还有树根草，一起做一些栽种。顺便我们来介绍一下铁线莲它的整理，如何让铁线莲不凌乱的状态，而且可以花开很多。我们选购一些季节花的时候，你可以选一些季节花、一年草、多年草、树根草，去做一些安插栽种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 Erin 的花园这么的缤纷？这也是季节到了，必须要栽种一些草花了。这是我今天所购买的一些草花，多年草、季节花。本身我很喜欢蓝色系列，所以我会多挑选一些蓝色系列的。多搭配一些橘色、红色，甚至黄色，整体搭配起来就会感觉到缤纷感咯。不少人都觉得说铁线莲它不好开花，其实它是有原因的。不懂之下就不要乱剪，不要整理。等到它开始发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它是新枝花开还是旧枝花开，甚至新旧枝两端都花开。等一下我会实际做一些拍摄，介绍给你们了解一下铁线莲的特性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花园状况，还有一些铁线莲的介绍吧。我们走吧。这是今年新购入的玫瑰大苗。何谓大苗呢？也就是2年以上的苗。在冬天，我会把玫瑰全部都脱叶，让春化。现在都已经开始长叶子了。球根类也从土里蹦出芽来。花园里的氛围一定少不了一些杂货。这一株是迷迭香，在水泥地上填土栽种已经有10年了。扦插苗已经开始蹦叶子。这个是我的扦插区，现在都已经长得头好壮壮了。等这些扦插苗再大一点，就可以换大一点的盆子了。这一盆全部都成功了，这一些都已经开始长芽了。这2盆在12月做修剪的时候所扦插已经成功了，完全没有黑杆。关于我的扦插方式，可参考我之前的视频。这个是嫁接切花品种，合接已经成功也长叶了。这个则是扦接方式，也是成功品。关于嫁接方式都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。我们开始来安插一些草花的栽种地方。先找好安插置放位置。这是我目前所栽种设计的一个模样。之后我会再添加一些草花，再做一些改变上的设计。
等春天一来，你们就知道这些花开之后的缤纷了。我们拭目以待春天之后的景色吧。我们现在随着镜头来看一下目前花园的状况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铁线莲的修剪与一些照护。这一批铁线莲是春天最早花开的，名字没记错的话就是白雪姬与 Miss Tokyo。同样的地方，这是第二批花开。这一区栽种不少铁线莲。你们还记得这一幕吗？这些铁线莲，今年我还没有去做修剪。不懂得之下的话，就不要先去修剪，等它长出一些芽，你就知道说它是旧枝开花还是新枝开花。不剪之下，你看它从这儿开始蹦芽来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一款它的特性就是不要剪太短，你留着枝下的话，它芽还是可以蹦，它的花量还是会增加。所以这个很好判断的话，就是你看到没有花芽的地方，这些都可以修掉，这个地方才是真正它开始长芽、长叶、花开的地方。记得枝条要一根一根慢慢的看，免得到时候折错地方的话，你就会丧失掉一些花量了。所以我一直讲，不懂得之下不要随便乱剪，先放着，等它开始蹦芽之后，你可以知道说它是新枝花开还是旧枝花开，甚至有些铁线莲是新旧枝花开都有。确认好干枯的地方与芽点的地方，就可以修掉一些干枯的枝条咯。我们来看看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，整个枝条纠缠不清，就是要慢慢的去一根一根的找寻。你看这一根枝条就已经枯萎了，这方面的话，你看芽点也没有了。这个话就是可以修剪呢。我们看到芽点在这儿，就从这一方面做一个下刀，把这不需要的枯枝的一些枝条把它剪掉，做一下整理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用快速的画面整理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也是我每年必须做的工作。看似麻烦，但是挺有挑战性的。确认好芽点的地方，把那些干枯的枝条做个修剪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画面上是否变得很清爽了呢？虽然铁线莲花开很美，但是它的整理上就是如此的繁忙。铁线莲的枝条就是要一根一根的慢慢去拉，等它发芽之后拉长，你还是要天天的去做整理才行。避免铁线莲揪成一团花开的凌乱。所以说大家都是很羡慕说别人花种得很美很漂亮，其实你们都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辛苦。
看完这一区的修剪与整理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一下铃铛的品种吧。另外这一款，看似它已经枯死，其实它没有枯死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芽点就已经开始蹦了？所以不懂得之下，不要乱剪，你就把它放着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说它的芽点有没有蹦出来，是从土里面蹦出来，还是从那一些旧枝条蹦出来呢？这很容易就可以判断了。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铃铛系列。我种了不少的品种，等一下慢慢的介绍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还有这一款铁线莲的特性，这是铃铛非常小的铃铛系列。你看，它就是必须要剪到底，每年它就是剪到底之后，它会蹦出新芽来。近照看一下它的芽点是不是整个从土里面蹦出来了，上面这一些就是枯掉了，它不会去长一些芽，这些就可以把它修掉了。这一款龙口铁线莲，你看不小的特性之下，枝条把它留着，你看它之后还是会枯死，每年从下面会蹦出新芽来。去年介绍一些绣球花怎么去做个修剪，这个影片上我都已经介绍过了。修剪之下，你看它已经开始蹦芽出来了。它的花量也会比去年还多，甚至从土里面也会再蹦出一些新芽来。有没有发现到绣球花它的花芽都已经长出很多了？之前教你们怎么做修剪，从哪儿下刀，它会再蹦出2个花芽来，所以它的花量增加，也就是这么而来的。这些可以参考我之前的绣球花的修剪。春天花开之前，我会再一次检查一下它的枝条，有些芽芽有没有发育。像这个的话，完全没有发育的这个枝条，你可以把它做一个修剪。关于这些修剪，还有一些磨芽的一些介绍，之前的影片全部都有做一个拍摄，都可以做参考。这一次的影片大概介绍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，还有一些铁线莲的说明。接下来就是期待花开的时候了，期待下一回见，拜拜。